生命灵数3号人，请注意，你太嗨了，请冷静。你一定觉得奇怪，我这么安静，哪里嗨了？因为你的嗨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不是声音大，而是怪点子、好点子会源源不绝一起来。例如，大家决定点披萨当午餐，让你去买饮料，所有人都以为你会买可乐、汽水和无糖绿茶。完全想不到的是，你竟然买了乌龙茶酸梅汁，还顺便切了一盘卤味回来。你看起来非常开心，但其他人傻眼了，口味混乱是要怎么吃呢？问你怎么会买这些，你说这样就更像buffet了，加上你的态度非常自然，让大家当场哭笑不得。天哪，3号人的怪点子就是无限多，没搞懂的人会觉得自己就是被耍着玩的人。不管你是很嗨的3号人，还是被3号人耍到的人，今天的节目就是来帮忙你的，一定要看完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让你轻松做自己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开启所有通知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，怎样和生命灵数3号人合作不崩溃？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哟。先来认识生命灵数3的优点是什么吧。数字3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创意力，用好奇心面对复杂或全新挑战，并跳脱框架，发现差异点，找到别人看不到的可能途径。有3的人会有独特非传统解决方案的能力，有2个以上3的人有让事情物质质量产生质变的能力。至于3号人，你是直接拿好拿满各种创意力，换句话说，你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。而且好玩最重要，只要燃起你的好奇心，你就会开启探险模式，朝着吸引你的目标前进。中间遇到的所有阻碍都像是游戏关卡，既然是冒险，当然是越刺激越好玩呀。原则就是绝对不用已经知道的方法处理，知道了就变成做作业，做完就好，太无聊了。因此3号人和数字3，很多的人被认为是古灵精怪、天马行空、不可预测的顽童，常常也是团体里的话题人物与开心果哦。先来说，大家和3号人合作时能得到的好处，就是3号人的超强创意力。只要有一个3号人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永远不会死气沉沉。3号人最迷人之处是天生拥有打破框架的直觉，当专案陷入死胡同或思考惯性时，3号人随口蹦出的一个念头，往往能像闪电般击穿僵局，带领团队看见未曾想象过的第3种可能。原来还能这样玩的惊喜感，能瞬间将枯燥的执行过程转化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哦。此外，3号人通常自带充满感染力的精神气场，对新事物的热忱会让你感觉边界正在不断的扩张。在互动过程中，你不再只是被动的完成任务，而是被激发出内在的联想力。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也跟着变得灵活，不害怕出错，能享受实验的乐趣。这种合作带来的正面回馈，不仅仅是产出了一个精彩的作品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赋能。你会渐渐感到世界是充满彩色与弹性的，而这种万事皆有可能的乐观氛围，正是3号人给予伙伴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哦。与创意爆棚的3号人共事，虽然充满惊喜，但过程往往伴随了高度的脑力磨损与不确定感。最显而易见的吃力感就是来自于变动性。当团队好不容易凝聚共识，准备朝既定方向执行时，3号人可能又突然推翻，抛出一个更完美的点子。这种反复修正不仅会打乱既有的时程规划，更会让负责落地执行的伙伴感到疲于奔命，仿佛在追逐一阵风，难以获得阶段性的成就感。而且点子多的人会专注于发散而非收敛，在讨论过程中，话题容易从主题跳跃到遥远的天边，导致会议超时，还缺乏具体结论。身为合作者的你，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能量去担任守门员，在混乱的资讯中抓回重心，将抽象的灵感转化为可执行的细节。但这会带来许多现实感的落差，许多经验的构想，在
在执行面往往会面临预算限制、技术瓶颈或法规挑战。当你不得不以现实条件去泼冷水或修剪对方的想象时，在理想与现实来回拉扯的心理压力，常会让人感到精疲力竭，甚至有自己好像是坏人的沟通挫折与孤独感。如果你的主管、同事或是家人中就有3号人，相信你一定有被3号人团团转、快变陀螺的经验。在没办法解除关系或保持距离的现实中，有没有保留3号人的优点，减少挑战的方法呢？当然有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再说的就是这个，只要你学起来，就能开心愉快和3号人合作哦。首先要让一个天马行空的人回到地面上来，不是跟他讲道理，他会给你更多歪理的，而是建立一套视觉化的游戏规则。面对3号人这种大魔王级的创意力，你可以用这3招，温和坚定地把人拉回现实轨道。1，你可以与他约定一个明确的创意封存点。例如，为了让你的好点子能用最高品质呈现，我们必须在周3下午5点进行创意封存，在这之后出现的新想法统一放在下一个版本，这样拥有完整的48小时，把这次的内容执行到完美，给他一个截止期限，让他知道不变动是为了品质，而不是为了阻碍他发想新点子。2，使用成本代换法，把决定权丢回去。当他提出新点子时，不要说这个很浪费时间，请和已决议并在执行的 A、B、C 工作比较，像是这个新点子确实比 A 更有趣，但时间满载，如果要加入这个，我们必须放弃 A 或延后2天，你觉得哪个方案比较符合我们这周的目标呢？让他意识到时间是有限的资源，不得不亲手删掉自己之前的创意时，他会变得谨慎许多。3，建立执行清单的视觉仪式。对点子多的人来说，执行过程往往是模糊的，你要把已决议的部分变得极度具体且有重量，可以用白板或纸张将决议的任务拆解成待办事项。当又要变动时，指着那些已经打勾或进行到一半的条目说，这5个部分我们已经完成70%了，现在回头修改，这70%就作废了，我们能不能先让这台车抵达终点，下一趟再换法拉利呢？视觉化的进度会具体化沉没成本的压力，目的是提醒他尊重大家已经投入的劳动。最后和3号人合作，务必记得2点： 1，不要和3号人拼点子，除非你也是3号人。2，不要规定3号人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个指令会刺激他们想更多的点子，直到你称赞或投降为止。记得这2点，你和3号人的合作就会有好的开始哟。前面说了这么多，感觉好像都是3号人的问题，当然不是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创意鬼才的3号人请注意，你就是那个点子多到爆的人，想要大家爱你，而不是想掐死你。其实只要掌握住几个重点就可以哦。首先学会存档，别把脑袋里源源不绝的灵感当成机关枪扫射，先分辨哪些是现在一定要做，哪些是以后再说。抛出新点子前，停3秒想一下，我现在讲这个，同事会不会崩溃？把那些暂时用不到的妙点子先记在记事本里，当成以后的秘密武器，而不是现在的绊脚石哦。再来别说我觉得这样更好，要不要改一下？这听在辛苦执行的人耳里超刺耳的，请换个说法。我刚想到一个有趣的点，你觉得如果加进去，会不会让你做的东西更帅呢？这里的关键是主导权留给执行者，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帮忙加分，而不是在找麻烦或是秀自己哦。然后请尊重别人的心血，人家都已经做90%了，你突然要大翻修，那会结怨的，对吧？因此已经定案的东西你一定要给予肯定，毕竟创意最不值钱的时候就是收尾的冲刺期，这时候不需要更好的想法，而是准时交件。一个顶尖的创意伙伴和一般的创意人差在哪里呢？
受欢迎的创意人懂得专案进入80%执行阶段后，放下身段并切换工作模式，这时不会抛出新变数，而是问大家还有什么琐事我可以帮忙打杂的。当你能陪着伙伴在泥泞中打滚，把天马行空的泡泡一起流汗，踏踏实实的踩在地上，把它变成成果，大家才会打从心底佩服你的脑袋。请3号人记住，最强大的创意能量不叫做变动，而叫做转化。当3号人学会收敛，选对时机，适时展现，你的灵感才会成为团队里最珍贵的资产哦。欢迎留言表达你对创意的看法哦。想知道3号人让自己创意爆发的灵魂动机吗？欢迎加入会员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哦。生命灵数卡妙妙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